早期十字韧带大家对它也不是这么了解了，以前就有所谓的膝盖的受伤，只是早期未必知道是因为十字韧带的关系，他只知道我的膝盖松脱了，那我没有办法继续比赛了。那80年代关节镜比较流行以后呢，大家发现说其实膝盖里面有一个叫前十字韧带，负责这个的稳定度。大家对这个有了解以后呢，了解越来越深，那大家就把这个专注度就放在这个叫关节内的十字韧带，对它比较有了解。那早期十字韧带重建也是用开放式伤口，就比较大的伤口。那当然伤口比较大，它并发症会比较多。那随着关节镜的工具进步、技术进步，现在基本上很少做所谓开放性的十字韧带重建。以解剖构造来讲，十字韧带是双束了，那一股它是叫做一股一条，那它有分成两束，我们叫 bundle。那主要叫做前内束，它负责比较弯曲的时候的稳定度的功能。那另外一条叫做后外束，它是比较负责稍微在比较靠近伸直的角度的旋转的功能。当然也有一些报告认为说，其实这两束不一定分得那么清楚了。所以大概在20年前，大家对这个了解以后呢，做了很多的所谓的双束重建，甚至在日本他们还有做了强调所谓要做到3束，所以其实这都有很多不同的流派了。那双束重建就在解剖学构造上比较能够模拟原来的情况。那不过目前的临床报告主流的意见认为说没有很明显的差别，所以那双束重建因为我们骨头要钻的洞比较多，所以有时候并发症会比较多，所以需要有比较好的经验。所以这样综合起来看呢，虽然双束重建对于解剖学的恢复比较合理，不过在临床上未必一定要做到双束重建为主。当然这就是看每个医师他的训练的背景，还有他自己的对这个十字韧带的哲学他怎么看，还有一些目前文献报告怎么看。那所以这个就是见仁见智了。目前主流大概分成3种，其实是2种加一个极小情况，可以使用自体韧带，就是自己的韧带，跟异体韧带，就是别人捐赠的韧带。好，那在极少情况下，有些人会选择使用，这叫合成，就是人工韧带，就像鞋带一样，它是一个高分子聚合物编织成的。那以自体韧带跟异体韧带为主。那自体韧带你有好多地方可以选择。那髌骨肌肌腱的自体韧带是比较早开始的，它的好处是它比较强壮，那因为它两端带骨，它愈合会比较快。那坏处是会造成一些前膝疼痛的问题，尤其在跪的时候会不太舒服。另外它会影响一些伸直的力量。有些医师他还是很喜欢用这个髌骨肌肌腱，那有些人他认为有他的一些缺点，所以就改用别种。那后腿肌肌腱是目前比较流行的，因为它的伤口比较小，那它不用敲掉骨头。那它的坏处是因为我们骨头要钻骨隧道，它是韧带跟骨头的愈合，没有骨头跟骨头的愈合这么好，所以它保护会久一些，它的愈合会久一些。现在新的一个流行叫做股四头肌肌腱，其实也是不错，因为股四头肌肌腱也是蛮强壮的肌腱。所以很多人是蛮喜欢用的，不过当然它伤口是会比使用后腿肌腱再大一些。OK， 所以任何选择都是有好有坏，没有一个最好的情况。那异体韧带就是别人捐赠的韧带，那你自然就可以避开你使用自体韧带的一些坏处，比如说像你要不用敲掉骨头啊，所以使用异体就大概就没有这个考量。但是它的坏处是它愈合的情况没有自体韧带那么快，自体韧带大概一般3个月左右就大概稳定，异体韧带大概是自体韧带的大概 1.5 倍左右。那另外就是价格，异体韧带等于是别人捐赠的，那就是当然有大爱的，也有这种所谓商业化行为，你可以有公司在做，可以用购买的。使用人工韧带的话呢，大概在十几年前算蛮流行，因为大家都不想拿掉自己的韧带，不过因为这种编织的东西它未必会生长得很好，所以长期来讲在膝盖里面会制造一些比较严重的叫滑囊的发炎，所以现在比较少使用了。那在某些情况下，有些医师他会选择使用，但就是要跟自己的医师做很好的讨论。
最早期在生长板还没有愈合的患者，他们就是使用外侧肌腱的固定，那提供一部分的稳定度啊。他们认为说，因为你外侧肌腱固定的话，你关节内不用做处理，就避开你的生长板，比较不会影响之后的生长。那在现代的文献，目前已经证实，因为你可以透过不同的固定的方式，对于这个生长板的影响达到最小。新的概念认为说，即使是生长板未愈合的青少年，也可以使用前十字韧带的重建手术，未必要等到比如说青春期后，然后等你的生长板愈合后才来做，因为你在这个十字韧带受伤的时候呢，你可能会造成2度的半月软骨受伤，会让它变得更严重。所以当然就是跟病患讨论了，如果这个病患即使他的生长板还没有愈合，但是他的在临床上有需要，或者是说他的十字韧带有受伤，合并半月软骨受伤比较严重的不稳定的情况下，在做了这个十字韧带手术以后呢，重建手术以后呢，不管是单股或双股，其实对这个生长板的影响，目前认为不会太大，还是可以做手术的。十字韧带重建手术开始发明以来呢，有非常多种类的固定的方式。那以台湾来讲，目前比较常用的一种叫做锁定螺钉的固定方式。那它是透过我们钻了骨隧道，那韧带会在骨隧道里，我们锁了一个叫界面钉。那界面钉利用摩擦力把这个韧带卡在这个隧道里面，这是一种方式。那另外一种也是蛮常见的方式叫做悬吊型，我们的韧带会绕在一个纽扣上面，这个纽扣会穿过我们的骨头再倒扣回来，有点像我们去比如说大卖场，你看这个纸袋，纸袋常常是鞋带编成的，那它就是鞋带穿过一个纸以后呢，倒钩回来，达到一个悬吊的目的。那这两种其实以生物力学来讲，悬吊式的固定是强壮一些，那临床上两者的差别不是很大啦。那价格其实因为这种新的工具跟设计一直日新月异，所以价格方面其实差异还蛮大的。锁定螺钉或所谓的界面钉是比较早开发的产品，健保有给付的。那悬吊式的产品是算是比较新的一些设计，那有些设计健保就没有给付，还是建议跟自己的医师好好讨论。我们一般需要手术的条件，第一个还是要看它的功能需要。如果你的生活就是逛逛街、买菜，没有要做任何的运动，或者就是你可能做直线运动，很慢的直线运动，比如说像慢跑。如果你只有十字韧带受伤，半月软骨是好的话，未必要手术。那如果你是比较要有一些横向的运动，包括快跑，包括要稍微做一些转动，比如说像打垒球。大部分时间是直线，但是你可能要稍微做转动，或者是在功能再高一些，像足球、篮球等等，你要一直反复的变位、变向的话，这时候建议做十字韧带的重建。所以这个跟你的功能需要有关，跟你有没有合并半月软骨受伤有关系。通常半月软骨有合并受伤会比较积极建议手术，还有跟你的年龄有关系。那早期认为40岁以上，因为年龄比较大，它韧带愈合的情况比较差。不过目前的证据认为，包括我们医院看起来，我们同诊的发表的证据认为，即使在50岁左右呢，甚至60岁，我们在60岁，只要他有功能的需要，那在做十字韧带重建手术，其实都还可以达到不错的效果。所以倒是没有所谓不能手术的情况了。那就是你有没有需要这个手术？任何东西，你如果要接受到手术的话，你必须跟你的医师做很好的讨论。